我觉得暴力上来挺厉害的吧，但是如果别人都不玩的话，我如果还有更多人玩这个游戏，机器人所以真的来了，奈德利上路啊！如果还有更多人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有变。兵哥又不骗人，兵哥什么时候骗人了呢？兵哥从来不骗人。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今年啊，被观众寄予厚望的 IG， 虽然近期输掉了一些关键战，但他们也拿下了不少关键分。而上路的 Shy 的发挥，确实也为我们陀螺赛区贡献了不少新歌。而独门豹女更是堪称最大的节目效果。那上单豹女确实好像看着有点怪怪的，你说猛吧，被单杀也不是一次两次，拉胯吧，对位也能压制，单带打团输出也都有说法。而随着不少职业选手排位开练，甚至隔壁宙斯也拿了出来，并且赢下了比赛，那我确实觉得豹女这个英雄还是值得我专门做一期简单的分析来跟大家讲一讲的。这上单豹女到底对不对呢？当然，大伙放心啊，这不是教学视频。即便你不玩豹女，我也会通过最精炼的句子跟你讲清楚它的底层逻辑。首先是豹女凭什么能上比赛？大家先得抛开那种什么打野豹女小戴 EQ 一个小朋友的刻板印象。The Shy 的这个豹女 AD 上单是完全不同的打法逻辑。上单豹女在定位上类似杰斯啊，都是长手变形嘛。这个版本的杰斯相当热门，除了传统的输出优势外，更主要的是杰斯后期的锤形态给的双抗实在太优秀了，本身技能就全是 AD 加成，出血量加攻击力装就能获得超高的收益，而在不出任何抗性装的情况下，杰斯他切到锤形态后期也能有超过100点的魔抗和150点以上的物抗，那这种能扛能打的身板在职业哥手里那确实很厉害，这点豹女上单也是类似的路线。当然啊，团战的 AOE 啊，输出的转换率啊，肯定还是杰斯更爆一点，不止爆一点吧，是爆很多很多。那毕竟豹女的 AD 加成只集中在豹形态的 Q 和 E 上，人形态技能那全是 AP 加成。包括坦度，即便豹女出半肉，那也没法和锤形态的杰斯一样耐揍的，毕竟成长数值啊差距巨大。所以杰斯的团战选择是很丰富的，你可以去侧翼，也可以在正面跟队友打集火，而豹女就基本只能站在侧翼打骚扰了。但杰斯虽好，可缺点也一直很突出，怕连体，怕被抓，没位移还没续航，没有经济，基本是个废人。发育起来确实能当大哥，但对线还是打团都太吃操作了，也确实容易成为突破口。所以杰斯啊是一个非常吃队友倾斜的英雄，无论是帮忙提供发育的空间，还是说防御塔反蹲，都是需要队友照顾的。强如宙斯，杰斯也会经常研发。而豹女虽然各方面都比杰斯矮一头，但杰斯的短板豹女却完美规避了。首先呢，豹女天生就不怕连体，豹形态的 W 位移就不说了，主要是豹女的被动嘛，让她在打线端几乎是能够无限拉扯的。金草丛就10%的移速，面朝时还能提升到30%，不穿鞋就等于有鞋，而且即便没有草丛，只要 Q 技能或者夹子命中目标，也能够获得这个额外移速。所以无论是 A 不灭的手感，还是配合队友反打的效率，亦或是防抓拉扯，那都是上路天花板级别的。甚至啊，在谍不灭上，豹女说第2，我都想不到谁能得第1了。当然，这些仅仅只是为了折磨战士或者坦克打对位压制的话，那为何不去选择伤害转化率更高的 ADC 呢？这就得说豹女有2点是上路 AD 完全比拟不了的，那就是伤害构成和续航。续航大家很好理解啊，E 技能给奶给攻速，现在满级 E 给70%的额外攻速，自带致命节奏了嘛，属于是。更重要的是呢，豹形态的技能它不需要蓝耗，这又让豹女的清线效率永远不会被蓝耗困扰。比起杰斯的 A 目标才回蓝 ，VM 没有 AOE， 那豹女的 W 和 E 2个大 AOE， 让她面对回推线、面对臀线的时候，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操作空间，不会说因为出现清线效率不够被对手连越2次的情况。这也让豹女能够永远有处理兵线的节奏。最直观的好处那就是不需要扩打野，她也能够自己把线处理完。我们举个例子吧，我杰斯啊前期对位极限压制对面的鳄鱼上路，完成了单杀，但此刻呢残血没蓝，兵线状态并不好，我直接回城补给会被卡线。那么杰斯此时啊，要么叫打野来帮解线，要么就得硬着头皮 A 兵回蓝再把线清完。可这时啊，万一对面打野针对你，导致线被卡了进不去，那线没法处理干净，就反而会成为对手翻滚雪球的契机。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况啊，你玩上单你就应该能够理解，就是那种我单杀了，但是对面打野一抓我反而炸了的情况。所以职业赛场你要完成对位压制加完美兵线处理，条件是很
割课的。正常来说啊，现在都是选择优先把兵线解决好，压不压制另说。而豹女就不需要考虑这个，杀完人或者说我压制对手回家，自己即便没有蓝，他也能够依靠豹形态快速的去清线，即便对手打野后续来抓，豹形态逃生也不需要蓝号啊。所以他的处理条件是很从容的，玩豹女能够很放心的去做1v1的压制，而且对手叫打也没用，因为一波不好灌死，拉扯开，我吃口饼干再配上奶，血线很快就回来了。你换个杰斯被 gank， 你哪怕没被抓死，没有掉闪现，可你亏了状态，都会影响到杰斯后续的对线。而豹女根本就没有担忧，豹女的残血是没有价值的，蓝量就是血量，就对线看上去血量也不算特别厚，但续航你就得算上它的蓝量，这意味着打野抓你就得要抓死，否则就等于白来。这点杰斯啊或者其他长手 AD 是完全比不了的，何况豹女上单还不怕传统长手 AD 在上路的致命大敌不假鞋。作为经典抗压装，虽然涨价到1200，但扛揍还给移速，配个多兰盾确实能够让很多战士直接翻身把歌唱。此时呢再扣一下打野，我上路马上逆转了。很多 AD 长手压制力在对手有不假鞋后就会停滞，单线优势啊得等到1件套甚至2件套才会重启，所以前期如何不让对手憋出不假鞋就是压制的核心了。但豹女不一样啊，虽然 AD 豹女是靠平 A 来做换血，但豹女的所有形态技能都是魔法伤害，即便是豹形态的 Q 技能和 E 技能，它吃一定的 AD 加成，但打到身上也还是魔法伤害。这意味着你出护甲，即便被平 A 不那么难受，但一样会被豹形态的技能换血换的受不了。而且我们这里重点说一下符文，主系不灭这套没啥好说的，关键是副系的多面手，多面手达到5层能够给10点的面板，而豹女只需要出门多蓝，然后第一轮补给买出900块钱的耀光，我配个鞋子或者250的攻速，就能够直接实现第1层的多面手。豹女啊毕竟是一个法师身板，成长攻击力并不高，而第1轮回家10点的适应之力补充，会让豹女在这个时间段依旧能够保持不错的压制力啊！别小瞧10点面板，350块钱呢，在前期能够点出来的话，能够和同等级的战士攻击力差不多，这个压制力在第1件成装前就很关键。像我 OB 阿兵最近的排位练习，他就是没派多面手而是鞋子，所以对线就看得出来没啥压制力。我们站在对手视角，这种 AP 混着 AD 的伤害构成会让对位的英雄很难通过单一防撞来企稳对线。出护甲面对豹形态换血一样也会很痛，你出魔抗那平 A 更是吃不住，更何况上单豹女在单带端还能通过甲子来变相给队伍增加视野厚度，这是杰斯或者其他 ADC 上路那种吃队友帮你做视野的英雄完全比不了的。在面对方 class 的首次登场，德帅的豹女在中期正面队友劣势的情况下，就通过自己下路的单带优势拿到了下半区的视野优势，进而呢 IG 能够做出秒龙的这种团队决策，这都是平时只有一个视频演的普通上单做不到的呀。所以上单豹女对线它有立足点，单带也有自己的价值，同时团战如果手法够好，它也能贡献一些价值出来。我认为虽然很多人觉得这个英雄有点太过邪道，但我还真认为不是瞎搞，只是确实太吃操作细节了，而且跟版本主流比啊，它的短板也依旧突出。那就接下来讲讲豹女上单的劣势点了。首先，虽然长手且伤害构成比较丰富，但实际上豹女的压制能力是远不如以前德帅整的什么卢锡安啊、卡莉斯塔的，因为那一类长手上路啊是真的有单杀能力，你不小心前期就要死啊。可豹女上单如果是主 E， 虽然平 A 骚扰很恶心，吃塔皮也够快，但它转化成击杀的能力是很弱的，斩杀线太容易预判了。在纯1v1的情况下，豹女她连打闪都很勉强。如果说曾经的上单 ADC 它是压制加打 carry， 那么豹女其实就是纯粹的走恶心人路线。但问题是这个版本虽然没有之前换线那么频繁，但4分钟的换线也能够让自家上路有回城补给的机会，所以面对上单豹女不会出现说啊我线都吃不了，等级非常落后的情况，我最多给你吃塔皮，让你的豹女超前发育。但豹女 AD 它在经济转化为输出的能力又很差，什么上单卢锡安、卡莉斯塔这种 ADC 啊，它吃了经济有了等级，它团战是真的能打输出。可豹女它虽然也有一定的 AD 加成，但毕竟走的战士装，而且变身豹形态贴脸的场景也不多，所以在输出端经济利用率它并不高，半肉半输出，你可以说它是又肉又有输出，但也同样会陷入到又不肉又没有输出的尴尬。其实几局比赛看下来，即便德帅拿到不少经济优势，但对于队伍终结比赛上他是没有直接帮助的啊！不像过去拿到优势的卡莉斯塔，我直接15分钟带队开始平推了呀。哪怕是宙斯的那场豹女纯抽塞恩陀罗，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单带上，甚至第2件就直接上了破剑者。比起那儿这种可单带可抱团的万金油，豹女上单还是比较局限的。而由于这个版本法师普遍开始走时光的流派，他的坦度比以前更夸张，像乔允在 LCK 那边玩维克多，甚至都开始带不灭。
灭了。一个法师中期他3000多的血量，你看着让人怎么能有胃口呢？那像 AD 豹女这种没爆发的，就更不可能对他有想法了。而这种法师啊，他是可以叫人来连体豹女的。你反观 AD 豹女，他扩打野过来的意义反而不大，所以上单豹女实际上他完全不吃资源倾斜。同样的资源硬喂给他也没用，属于不需要围绕我打，我也有优势。你真围绕我打，那我带不了队的类型，就有点像队伍的怨恨锁链吧。可以锁一个目标，不那么舒服的去打团，但也仅限于此了。而且进入中期，豹女的血球能力就没那么强了。一旦对面的豹团侧啊拿到优势，豹女就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选题，那就是我去不去正面？因为我队友4v4打不赢，我即便豹女1v1能赢，可我也没有终结比赛的能力。而走正面，那我是一波团不能输的。可我中期啊，豹女去正面，他又和那种鳄鱼这类啊能够一锤定音的角色差距太大了。他想把个人优势转换为团队优势，能力是很一般的。所以就属于那种对局势判断很苛刻的英雄。打 NIP 那场的晒边路被单杀，明面上是豹女被掘木一技能挂到了，属于操作失误，但真正让掘木缓口气的，其实是 IG 在第2条龙的决策。我估计 IG 他是想早拿一条龙去降低中期的龙魂压力，所以豹女呢在没有 TP 的情况下徒步来龙，结果龙没拿到，豹女的边线节奏还断了，这里给掘木直接吃到了2层塔皮，回家直接就3项了呀。经济上你看似好像只亏了个300块，但实际上对掘木的压制节奏没有了。后续对币再一波 TP 上路拆塔，那豹女这个英雄的血球就完全停止了呀。中期单杀的时候看装备，其实豹女就一点优势没有，而在没有领先装备的情况下，豹女这个英雄说真的还不如 AD 上路呢，她没有容错。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 King 选手的评价最为中肯，就是豹女她不是不行，但她对于正面战场是极其依赖的，她更像是队伍的支点，是需要撬动某个 C 位去接管比赛的。数值上，豹女 AD 啊只有对线期稍微好一点，等级越高，成长数值就差距越大。接连在经济领先的情况下被纳尔、被鳄鱼、被掘木单杀，都说明了豹女确实是一个很走钢丝的选择。她的对抗能力真的很一般，但我依旧认为啊，豹女上单她确实还是可以玩的，只是不能玩得过于无脑。之前 IG 的理解有点把这个英雄当杰斯的下位替代了，但杰斯他前期劣势，队伍是能够提供资源养他的呀，我到了后期一样有用，但豹女就并非如此了。倒不是说完全不用，而是豹女多有用，不是她自己本身说了算，而是看队伍阵容能够提供多少空间的。怎么讲呢？我从赛场表现来讲，豹女对于队伍她更像鳄鱼啊，她其实是队伍的心脏支架，选出来，哎，她可以给队伍提供稳定的一路优势，但代价也很明显嘛，她毕竟不是真的 C 位，甚至连抓机会的能力都没有，加上熟练度的要求真的很高。你看The Shy这样的熟练度都能够出现 WR 按错的情况，所以豹女我认为确实比赛是有她一席之地的，但并不适合所有的队伍。有余力的上单啊，我认为豹女还是可以练一下的。那无论是 BP 摇摆还是拆人家的恶豹，再或者是帮队伍拉扯一些空间，但如果主流英雄掌握都不熟悉，那就没必要花时间了。目前的 BO3 豹女的价值其实真没那么高，可到了 BO5能选英雄更少的情况下，这个豹女还真是相当有威胁的。上一场 IG 打京东的最后一把，京东就是很认可的办掉了豹女，后面打 WE 也是上了1轮班，可见职业队都还是认可这个英雄的强度的。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豹女行吗？我个人的答案是还行，只要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当成杰斯，当成曾经的卡莉斯塔那样的长手来看，那其实豹女上单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那么邪道。虽然局限确实也很大，且这个局限无法用操作去弥补，但毕竟也有自己的作用。在这个全局 BP 的版本，我认为这样的英雄开发还是有必要的。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啦，我是袁某人。现在 LPL 分组赛赛程过半，我该来一期赛事周报帮大家总结分析啦。那我们这周周末赛事周报不见不散，拜拜。